沃爾夫拉夜星是大质量恒星演化到晚期的一种特殊階段，通过超强恒星风剥離氢胞层，直接裸露出炽热的核心，以每秒几千公里的速度向外喷射气體的巨大恒星。1867年，法國天文學家夏尔沃尔夫和喬治拉葉在巴黎天文台觀測到了3顆異常的恆星，它們的光譜線不是普通恆星那種吸收線，而是罕見的強烈發射線。這3顆恆星就是著名的沃爾夫134星、沃爾夫135星和沃爾夫136星，它們成為一種全新恆星類別的開端。沃爾夫拉夜星並不是恆星的一種起點，而是大質量恆星到生命末期的一種過渡形態。這些恆星都是質量在20到100倍太陽質量的超巨星，它們的表面並不會像太陽那樣平靜，而是不斷向外噴射物質。它們的恆星風速度可達每秒3000公里。當它們的內部核聚變幾乎耗盡氫後，強烈的恆星風會把外層的氢氣體层徹底剝離，露出熾熱的內核。而這些被拋出的氣體會在周圍形成絢麗的星雲，比如著名的 NGC-6888 新月星雲，它就是被沃爾夫136星吹出的气體星云。还有沃尔夫124星和沃尔夫125星周圍的 M167星云，是哈勃望遠鏡拍攝到的最壯觀氣體環之一。沃爾夫拉夜星的溫度通常在3萬至20萬開爾文之間，遠高於太陽的5800開爾文。即使外層被剝離，它們依舊擁有驚人的光度，是太陽的幾十萬倍到上百萬倍。換句話說，一顆沃爾夫拉夜星發出的能量相當於幾百萬個太陽同時照亮宇宙。但這種光並不是溫柔的金色，而是熾烈的藍紫色，代表能量的極端與生命的終焉。不過沃爾夫拉夜星的壽命極短，大約只有幾十萬年到100萬年。當內部的核燃料徹底耗盡時，它們大部分會爆發成超新星，更極端的會形成伽馬射線暴，即恆星旋轉極快，塌縮形成黑洞時，會向外噴出高速的等離子體射流，被認為是宇宙中最強的爆炸事件之一。但你並不用擔心地球會被伽馬射線暴攻擊到，因為這種恆星在銀河系中極為罕見。目前已經確認的沃爾夫拉夜星只有不到700顆，且大多誕生在活躍的恆星形成區，比如獵戶座、天鵝座、船底座等區域，都是高質量恆星族群的聚集地。有趣的是，這類恆星與我們身體的組成可謂息息相關。人類身體中的碳、氧、氮等這些構成生命的元素，並非來自太陽，而是出自這些早期的大質量恆星。在它們爆發之前，恆星風會將內部生成的重元素吹散到宇宙空間，為後來的恆星、行星、生命提供原料。可以說，沒有沃爾夫拉夜星的死亡，就沒有我們呼吸的空氣，也沒有地球上豐富的碳基生命。近年來，詹姆斯韋伯太空望遠鏡再次捕捉到了沃爾夫拉夜124星的驚豔圖像，揭示出這顆恆星周圍複雜的塵埃結構。分析顯示，這些塵埃顆粒可能是生命起源所需碳元素的主要來源之一。科學家也通過韋伯的紅外觀測確認，沃爾夫拉夜星噴射的物質中含有豐富的碳化物、氧化物與氦離子結構，這些正是構成行星和生命分子的星塵。沃爾夫拉夜星是一種逆天存在，它們在死亡中創造，在崩塌中播種。它們告訴我們，宇宙中的毀滅並非真正的終點，而是一次新生的開始。那些由它們散播出的元素，最終聚成行星、海洋、生命，在億萬年後的一顆藍色星球上，才會有人仰望夜空，尋找它發出的光。